你吃了2碗粉，就得交2份钱。胡说，老子明明吃了1碗粉，当然只给1碗的钱。2碗粉，他吃了2碗。老六一听，剖开肚子，取出1碗血淋淋的凉粉。他举着碗给大伙看，有人疑惑，进了肚子，凉粉还是凉粉吗？是。哦，不是。大伙你一嘴我一嘴地说着，其实并不在意他到底吃了几碗。生剖肚皮的老六就被活活疼死了。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中，老六凉粉这个桥段简直可以封神。他用极其荒诞的手法告诉了我们一个最为朴素的道理：永远不要向烂人证明自己。作家喇嘛哥刚开始写作那会糟心事挺多，有人说他学历造假，还有人造谣说他抄袭。面对这些非议，喇嘛哥忍无可忍，第一时间进行了反击。先是亮出学历证书，后又贴出自己的几篇原创报文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自证清白，结果引来更多质疑与争论。有人说他写作水平差，有人造谣他生活作风有问题。到最后，他只能认怂。我真正体验到了百口莫辩的强大力量。余秋雨做过一个比喻，向别人证明自己，就像在别人家里进行一场篮球赛。球场不合规，也没有真正的裁判，你是输是赢，全在别人评判。你说的再正确再合理，对方也有1万种谣言继续抹黑你。作家田松在《科学史的起跳板》里讲过一个案例：小时候班里同学甲丢了东西，同学乙被怀疑是小偷。为了自证清白，同学乙当众翻遍自己的书包，还主动让大家搜身。结果嫌疑没洗清，还被人嘲笑说这么配合，一看就是做贼心虚。听人这么说，同学乙一下子急哭了，完全不知所措。田松认为，一旦开始自证，人就陷入了无穷的厄运。如果被搜出来有，乙就是贼；如果没有，也不能证明他的清白。因为会有人说乙偷色给了同学丙，于是下一步就是翻丙的书包，搜丙的身。这个逻辑链条永远不会终止。在烂人嘴里，你永远无法洗白自己，因为有些人本就是故意找茬，本就无底线和原则可言。无论你怎么解释、证明与反驳，想针对你的人都会用新的角度攻击你。卡耐基年轻时做过成人教育工作，一次公开课上，有位《太阳报》的记者故意找茬，说他是商业骗子，所授的课程都是照搬别的机构，根本不值钱，还说他学识低下，不过是靠着哗众取宠吸引顾客，没什么真本事。卡耐基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站在讲台上就和人理论起来。他拿出自己过去1年的工作业绩，还请一些学员帮忙作证。然而这位记者根本不听，还攻击他财务上有问题。这天卡耐基在公开课结束后连夜刊文澄清事实，他写了几千字，一心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结果那些人又开始在形象上攻击他。他这才明白，澄清与自证完全是一场无用功，与其纠缠不止，不如果断切割，迅速远离。博主返裤衩阵地，有天去买菜，路过水果摊时，他打算买1斤枣。就在他挑水果时，有人站旁边说，就买这么点儿，吃不起呀。博主听完，本想解释几句，说自己只是吃不了太多，但冷静3秒钟后，他还是笑笑说，对，我穷，吃不起，您开心就好。随后转身离开，完全没有因为这个人破坏掉一天的好心情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证陷阱，意思是有人给你贴了一个标签，一旦你想反对，就陷入对方的圈套。自证
本是一种防御机制，可一旦过度，这种自我保护就会变成自我剥削。有人说你穷，你就打肿脸充胖子，以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。有人说你没本事，你就各种逞强，好证明自己有2把刷子。结果钱花光了自己犯愁，是办多了自己受累，全都是费力不讨好。不想落入这种圈套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闻、不理、不纠缠。在心理学界有个心理衍射论的概念，意思是过于关注某些小事，精力便无法集中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。向烂人证明自己，只会阻碍我们前行的脚步。作曲家蒂姆斯·泰勒喜欢在每周日下午举办一场电台音乐会。一次聚会上，有位女士忽然站出来，无缘无故地冲着泰勒一顿诋毁，说他是骗子、叛徒、阴险小人、愚蠢笨蛋，令泰勒十分恼火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也是各种举证。同样的，不仅于事无补，还令自己耽误了创作，陷入了事业低谷。后来一位前辈提醒他，遭受诬陷和打击再正常不过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笑了之。泰勒谨记教诲，将一笑了之当成座右铭，绝不允许自己再与烂人纠缠。慢慢的，他找回状态，一连创作出了《幻想曲》、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名曲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媒体人刘润曾说，蚂蚁和巨龙没有交集，蒲公英的种子与天空中的彩云难以相遇。你站在1楼，有人骂你，你听到了很生气；你站在10楼，有人骂你，你还以为别人在和你打招呼；而当你站在100楼，有人骂你，你根本看不见也听不见。不想被烂人烂事打乱生活节奏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提升自己，彻底摆脱底层纠缠。人生苦短，我们需要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对的地方。美国作家邦尼·加莫斯有个化学家朋友叫伊丽莎白，从读博士学位到去研究所实习，再到后来发表论文，伊丽莎白遭受过太多恶意。有人说他与导师有不正当关系，有人说他窃取同事的研究成果，还有人说他贪图名利。加莫斯本以为伊丽莎白会很痛苦不堪，但事实上伊丽莎白从来不理会这些烂事。她沉浸在学术研究中，年纪轻轻就成为全国知名的科学家。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有句说，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大可以继续刁难我。10年后，我改变的是自己的人生，而他们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刁难对象。活得通透的人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事无底线地消耗自己。他们自带屏蔽系统，能为生活及时拦截麻烦。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世界，再汹涌的恶意都搅不起什么风浪。在非洲森林里，有一种白桦树的枝叶，美味又营养。靠着这些枝叶的喂养，当地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鸟类——西之啄木鸟。和别的啄木鸟不同，这种鸟靠白桦树的枝叶为生，却从不给树捉虫治病，还不停地掀开树皮，啄食更里层的枝叶。结果白桦树的所有枝叶都喂养给了啄木鸟，自己反倒枯死了。反观我们现实中，又有多少人活成了白桦树呢？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拯救别人，结果对方非但不领情，还稀释你的能量，辜负你的善意。最终你陷入了疲倦和内耗的怪圈，人家还要反过来指责你多管闲事。人这辈子最聪明的活法，
就是不要去喂养任何人。一、不损耗自己的能量去滋养别人。法兰克福大学有项研究表明，每个人都是带着一定能量储备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人与人交往，本质上就是能量的流转、互换。如果在一段关系中，一直是你在损耗自身的能量去滋养别人，那这样的关系，我劝你尽早断开。作家李刚说过一个自己的故事，他老家有个亲戚被查出疑似癌症，为了做进一步检查，这个亲戚去了北京。当时李刚也住北京，出于同情，他便让亲戚住在自己家，想着帮对方省点花销。没想到在等待检查结果的短短几天里，李刚却感觉自己的精神受尽了煎熬，因为这个亲戚的嘴里永远只有抱怨和诉苦。他频繁地向李刚诉说自己生活的不如意，比如工作不顺心，丈夫太无能，家里又穷，自己还得了这个病。一开始李刚还会耐心开导他，可时间长了，李刚也变得负能量爆棚，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恶意。甚至在工作中，他也会变得烦躁，把好好的事情做得一塌糊涂。李刚意识到这一切的改变都发生在这位亲戚来之后，于是在检查结果出来显示没有大碍后，他就立马将亲戚送回了老家，他的状态才逐渐调整过来。社会学中提过一个泡菜效应，指的是不同种类蔬菜泡在同一个缸里腌制，时间久了就都会浸染同样的味道。人和人交往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向负能量的人伸以援手，便是在给自己招惹灾祸。用自己的能量去喂养他人，无异于自讨苦吃。他们会像水蛭一样附在你身上，慢慢吸走你的能量，让你变得跟他们一样颓废堕落。及时将自己抽离出来，你才能保护好自己的能量，不被他人所左右。二、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改变别人。荣格曾说，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。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。活在这世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和行事标准。一味灌输你认为正确的观点，他人不一定能接受。毫无边界地去指点别人的人生，还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厌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轨迹，妄图改变别人，痛苦的只会是你自己。主持人李静有位好友，辞职大半年了，还一直宅在家里。李静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隔三差五就跑过去，跟人分析就业形势，催促他要早点找工作，不能整天像条咸鱼一样。好友听得不胜其烦，直截了当对他说，你可以去奋斗创业，那是你要的人生，而我要的人生就是自在地躺着混混日子。李静听后瞬间寒了心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费心费力的出谋划策，竟然被好友说得一无是处。很多时候，你改变别人的初衷或许是好的，但这种苦口婆心式的劝诫，对别人来说，其实更像是一种打扰。最后，结果就会如贝克特尔所说，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，或者要求别人怎样做的时候，我们80%是在自讨苦吃。英国作家卡米拉成名之前，曾和闺蜜在纽约一家报社任职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发现闺蜜竟抄袭别人的文章，用来应付报社的工作。卡米拉预感到不妙，为了改变闺蜜的行为，她特意找出之前因为抄袭而身败名裂的作家势力来规劝她。没想到，闺蜜却觉得卡米拉是在威胁她，两人为此大吵一架，多年的感情也分崩离析。卡米拉经此一事才意识到，改变他人永远吃力不讨好，自己又何必自讨没趣。有句话说得很对，世上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。我们都应该学会克制自己改造他人的欲望，
别把自己的手在别人的世界里伸得太长。切记，不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改变别人的观念，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更改别人的剧本。成年人世界只筛选不教育，只选择不改变。一旦曾经与你同路的人选择了与你相反的道路，你就要学会转身离开，否则你会在追逐别人的步伐中失去自己的方向，并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。3. 不滥用自己的善意去拯救别人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看到别人活得辛苦，便毫无保留地去帮衬别人，明明自己也过得一般，却还是不忍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，永远不忍心拒绝别人，总是将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，那说明你已经陷入了拯救者思维，你把自己设想成了一个救世主，以为自己多给予多付出就可以救他人于水火。殊不知，执着于拯救他人就是一个错误，因为你最后不仅拯救不了他人，还可能牺牲自己。作家马克·吐温曾救助过一个人，叫哈特。哈特没钱时，马克·吐温自掏腰包接济他。他没地方去时，马克·吐温又让他搬到自己家。后来他又说自己没地方写作，马克·吐温就让他与自己共用一间书房。即使一些要求有些过分，马克·吐温还是尽可能的满足。马克·吐温自以为能改写哈特的人生，没想到对方却得寸进尺，丝毫不知感恩。不仅什么都要马克·吐温为他提供，还经常在背后说他抠门。最后马克·吐温实在无法忍受，直接断绝了与哈特的往来。有人曾说过这么一番感慨：当你选择帮助一个处处不如你的人，你最后得到的一定是别人的攻击和恶意。因为蛇暖不热，狼狈不熟。你惯着那些不领情的人，只会让自己腹背受敌。更何况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他人有他人的命运。放下助人情节，是对他人的救赎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周国平曾说，在一切的力量中，最不可缺少的一种内在力量就是觉醒。年少时的我们容易被外向迷惑，困于关系，囿于得失。活到一定年纪，南墙撞过了，头破血流经历过了，才从混沌走向醒悟。中年人的圆润成熟，往往要经历这3次开悟。4. 悟人，利益面前别讲感情。什么时候最能看清一个人？面对利益时。小时候读不懂司马迁的那句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经是利人后方才明白，一旦有了利益的羁绊，再好的关系也会薄脆如纸。作家刘震云讲过一个剪布袋的故事。老丁和老韩是20多年的好友，两家向来亲密无间。一天，两家孩子一起出门玩耍。老韩的孩子回来时，捡到一个布袋，里面竟装着整整67块大洋。老韩想独吞，叮嘱孩子忘了布袋的事。当老丁找上门来问布袋的事时，老韩撒谎，布袋里是半袋干粉。老丁坚持说，布袋里是钱，且这钱是两家孩子一起捡的，应该平分。两人为这事大动肝火，好了20多年的朋友反目成仇。世上唯有2样东西不可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中年以后，见过尔虞我诈，看过勾心斗角，对这句话体会更为深刻。利益面前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算盘。有些莫名其妙结束的关系，不过是利益产生了分歧；有些看似没来由的背叛，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电视剧《繁花》里，汪小姐和梅萍同在外滩27号工作，是同事，也是密友。上班一起奋斗，下班一起玩乐。
曾经他们关系好到什么程度？汪小姐收了贵重的耳环，没有上交单位，只是想多戴2天，这种小心思她也会告诉梅萍。但恰恰是这种不设防，让汪小姐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在她即将升迁科长之际，梅萍利用耳环事件举报汪小姐受贿，汪小姐被取消当科长的资格，下放到工厂干苦力，而梅萍顺势上位，取代好友成了科长。爱尔兰有句谚语，就算你什么都不懂，也要懂人性。人性从来都是趋利避害的，可能背叛忠义仁德，但绝不会背叛利益。中年以后，不要相信人，要相信人性。当你理解了人性的复杂，才不会轻易受伤，也不会落得失望。5. 勿急，现实面前别谈理想。有句话说，世间所有意难平，回头想想皆因年少轻狂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为自己能成为齐天大圣，有通天的本事，能踏着七彩祥云拯救心上人。受了现实的毒打，才明白自己充其量只是那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猴子。一个人成熟的过程，就是逐渐认清现实的过程，是不断磨去棱角适应生活的过程。电影《走走停停》里，胡歌扮演的吴迪是个落魄的小编剧，北漂10年，满怀理想，铩羽而归。灰溜溜回了老家的他，年近40，孑然一身，一事无成。他坚信自己有创作才华，拒绝了父亲好不容易求人找到的工作。他把当知名编剧、拍出色电影的理想当遮羞布，终日啃老，还美其名曰人不应该只为生活活着，而要为理想活着。他满嘴艺术追求，却连给母亲买一台按摩椅的钱都没有。为了拍电影，还掏空了父亲的小金库。直到后来，给他当女主角的母亲在拍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他这才放下幻想，去做了一名出租车司机。曾经我们都像吴迪，觉得自己满腹才华，以为脚下的路可以延伸出无限可能。但经历的事多了，会发现原来自己如此平凡，而有些事并不是光凭努力就能达到的。我有位前辈在原先的单位待了好些年，某天有朋友邀他去广州做服装批发，一起大干一场。那时身边人都去了珠三角一带闯荡，大家都说那里遍地是黄金。面对朋友的邀约，前辈有些动心，但最终拒绝了。家里老人时有病痛，需要有人侍奉床前，孩子正到了升学的关键时刻，离不得父亲的引导。几年后，当初约他闯荡的人衣锦还乡，他依旧待在单位不温不火。旁人都替他惋惜，他却说，如果我才20出头，不管成不成都会去折腾下，现在40多了，该走哪条路我心里门清。人到了中年，了解了自己能力的上限，也逐渐明白自己真正的需求，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也不再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。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学会安守自己的生活，才是中年人最大的清醒。6. 悟道，命运面前休论得失。何为道？我想起《滕王阁序》里的一句话，兴尽悲来，时盈须知有数。所谓悟道，是经历了得失、荣辱，知晓了世间一切虽看似无常，实则自有因果定数。今日你以为得到是福，殊不知早已在酝酿失去的祸。今日你觉得身居高位是喜，可总有一天你也会跌落谷底。天道有常，因果往复，人活一辈子，谁也无法避开这一命数。《史记·李斯传》中记载，李斯因有大功，被始皇帝任命为宰相，位极人臣。有一天，李斯设宴，为休假回家的儿子李由接风洗尘。当时咸阳的官员都来捧场，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。
看着眼前的繁盛景象，李斯却忧心不已。我本是上蔡的一个平民，如今荣华到了极点，只怕将来未必有好下场。果不其然，几年之后，李斯被下狱，族人宾客全部被逮捕，李斯最后在咸阳被腰斩。世间得失，像风一样流转不定，像云一样聚散无常。一旦悟透这点，顺风之时会心存敬畏，逆风之时也不致嗟叹抱怨。明代杨慎23岁中状元，少年天才，前途无量。大家都以为他一定可以成为国家宰辅，但在大礼仪事件中，杨慎触怒皇帝，被发配到云南，试图戛然而止。他日夜祈祷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再回朝堂施展抱负。但是嘉靖在位6次大赦，他都不在其中。人生困顿，仕途无望，换作别人肯定早就垮掉了，他却坦然一笑，扑在浩如烟海的经史里。30余年著书400余种，整个明代无人能出其右。人到中年的我们，或许都该学学杨慎。命里有或没有，命运给或不给，都能做到千古伤心旧事，一场谈笑春风。顺从天意安排，尊重因果循环。得不足喜，失不足忧，只随时准备与命运交手，才是中年人真正的成熟。作家宗白华在《美学与意境》中写，人到中年才能深切体会到人生的意义、责任和问题，反省人生的究竟。年轻时无法悟到的道理，时间和阅历都会为你一一补齐。当你学会识别人性，认清自己，悟透命运，终会在千帆过尽后，读懂大千世界，迎来生命的觉醒。网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：18岁的时候，谁惹我，我就揍谁。现在谁惹我，我都不吭声了，毕竟我现在已经38岁了。一个人的成熟，大抵就是看清世界的荒谬，却能笑着摇摇头，继续笃定地走自己的路。生活中难免碰到品行低劣又爱胡搅蛮缠的人，和他们掰扯计较，那才叫自讨苦吃。倒不如置之不理，36计走为上。这并非怯懦，而是最大限度保护自己能量的生存智慧。阿德勒曾说，你可以把马带到水边，但是不能强迫马喝水。马渴了会自己低下头，张开嘴喝水，人若想成长，也会自己觉醒，寻求改变。所以别再消耗自己的精力和资源去喂养别人。你要做的是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收回来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当你把有限的能量全部用来滋养自己，你才能向上生长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